个字呢，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？也是墨子记载的。这个字就是那个知与忘归，就是站在这里等待他回来，期盼他回来。期盼谁回来？就是期盼那个祭祀的那个对象回来。此外，除了发现这块刻有特殊符号的丹砂石，文物部门还在田广洞村一陈姓村民家里发现了一本族谱。在这本族谱上明确记载着，田广洞村的陈姓就是舜帝的后代，而且世世代代都是生活在这里。它为什么最后说是祭舜的这个就是建筑这场所呢？因为它都是人像啊，人像肯定是祭人呢。那么你分析历史、分析文献，又正好符合舜的他的这个德行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和他的时间。那么因此我想呢，它可能是祭舜的一个场所。根据种种迹象以及鬼仔岭上最早一批石像的制作年代，刘伟东推测，当时舜帝死在鬼仔岭附近这一地区，百姓为了表达对舜帝的尊敬，自发地雕刻出石像，放在这里祭祀舜帝。舜帝姓尧，号有余氏，故称虞舜，是一个有德行的人，受到大家的信任。当年，尧帝年纪大了，想找一个继承他职位的人。通过考察，认为舜确实是个品德好又能干的人，就把首领的位子让给了舜。这种让位，历史上称作禅让。对于舜的德行，历来被人推崇。据历史记载，舜的父亲是个糊涂透顶的人，舜的生母早死，后母很坏，后母生的弟弟名叫象，他们三人曾经2次想要害死舜，都没有成功。舜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却依然对他的父母弟弟很好。因此，刘卫东认为，上古时期的先人就像今天的我们一样，对舜帝的德行充满敬仰，只是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。他们是雕刻出了石像，放置在鬼仔岭。在古代的那个时候呢，几千年前呢，人们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受到制约，就是雕凿一个石人可能都是非常难的事儿，甭说雕凿那么多石人。所以我的认为呢，没准这是对大舜的一种特别隆重的一种礼仪的，只是那礼仪活动的那个场景我们没有了，然后留下的是实物而已。而对于石像，有的是来自外地的情况，刘伟东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。有可能是寻根来了，比如说他比如在河南的那边的人他那边也有大舜的活动地点吧，然后他认为终于找到舜的陵和舜的庙和舜的祠了，那么他呢知道这边有这种祭祀这种活动，有这种石俑那么他呢也从那边当地的石头，然后采来当地的石头，比如说雕刻成这种石像石俑，然后带过来也有可能，因为里头也有几件是属于河南花瓣石的东西。另外，对于中后期的石像在造型、人物身份上的变异，刘伟东分析是由于时间的推移，人们的祭祀对象慢慢发生了改变，有了这种人们的这个盲目的崇拜了。他的崇拜也可能他最后祭了半天都不知道祭的是谁，可能祭了半天他想祭自己，或者为自己保佑，或为自己祸福，可能有这种思想在里头。虽然今天的鬼仔岭上仍然还弥漫着历史的迷雾，但古代先人们
对舜帝的德文化的敬仰和认同，让这种文化得以传承下来。